今天可长知识了，原来花卉绿植也喜欢喝饮料，偶尔喝上1至2次，呼呼长不停。原来不光人喜欢喝饮料，家里养的花有些也喜欢喝饮料，尤其是碳酸饮料，不管是雪碧还是可乐，偶尔给它们喝一点，叶子油绿光亮，根系粗壮茂密。那么什么植物喜欢喝碳酸饮料，又要多久给它们喝一次呢？接下来今天花花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。不但是碳酸饮料，吃完的香蕉皮用来养花也是一绝。碳酸饮料养花。碳酸饮料里都含有大量的糖分、二氧化碳，能促进植物形成叶绿素，进行光合作用。还有碳酸饮料中所含的柠檬酸也有一定的杀菌效果，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。苯甲酸钠还具有抗氧化性，能延缓花朵衰败，是很好的养花神器。但是碳酸饮料中的糖分和其他化学物质如果过量使用，可能会对花卉造成负面影响，如引起土壤碱化、烧伤花卉根部等。下面就具体说说使用方法。喷洒叶片。用碳酸饮料来喷洒叶片，效果非常不错。饮料加上10倍的清水混合后，具有弱酸性，用来喷洒像绿萝、吊兰、龟背竹这类喜欢酸性环境的植物，效果非常好。杀菌除尘的同时，还能让叶片更加的油绿有光泽，大大提高了观赏性。我们还可以把它喷洒在植物的切口处，这样可以防止腐烂。但是花花要提醒大家，在喷洒叶片的时候，我们尽量从下往上喷，或者是用抹布蘸水擦拭叶片，不然如果不小心喷洒到花朵上，非常容易导致花朵腐烂。促进堆肥。碳酸饮料还可以有效促进堆肥，它里面的弱酸性物质可以帮助堆肥快速的发酵，加快堆肥材料的分解速度，还可以促进堆肥中一些微生物的生存。所以平时我们在堆肥里加上一些碳酸饮料，效果是非常好的，要比平时堆肥整整快了好几个月呢。鲜花保鲜。很多花友平时喜欢买一些鲜花摆在家里，鲜花娇艳欲滴，还非常富有生机，但是它凋谢的速度也非常快，一般2至3天就失去了活力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碳酸饮料来帮助鲜花保鲜了。可乐或者雪碧一类的碳酸饮料里含有糖分，本来就可以让鲜花变得鲜活起来，再加上里面含有的苯甲酸钠具有抗氧化性，可以维持细胞膜完整，延长鲜花的保鲜期，所以用碳酸饮料来给鲜花保鲜效果非常好。但我们也不要直接把它插到饮料瓶里，还是要加上1半的清水充分稀释，这样才不会伤害到鲜花本身。适宜的花卉。并不是所有的花卉都适合使用可乐这类碳酸饮料养护。一般来说，喜酸的花卉更适合使用，如杜鹃花、茉莉花、茶花等。在使用碳酸饮料养护花卉之前，需要了解花卉的喜好，选择适宜的花卉种类。注意事项。可乐虽然可以为花卉提供养分，但是不能过量使用。一般来说，每个月使用1次可乐稀释液即可。过量使用可能会导致土壤碱化、花卉根部受损等问题。在使用可乐养护花卉时，需要注意使用时机。一般来说，在花卉生长旺盛的时期使用效果更好。同时，需要注意避免在花卉开花期间使用，以免影响花卉的正常开花。虽然可乐可以为花卉提供养分，但是不能满足所有花卉的生长需求。因此，在使用可乐的同时，还需要配合其他肥料使用，以保证花卉的正常生长。虽然碳酸饮料养花有很多好处，但花花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直接把碳酸饮料倒进花盆里，这样会严重阻碍根部呼吸，甚至它释放出的热量还会灼伤根部，对植物的根系有很大的伤害，不仅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，还非常容易导致黄叶、掉叶，甚至是枯死。所以我们在使用之前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充分稀释之后再用。香蕉皮养花。钾肥对于花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营养元素，它能够促进植物根系的发育，让花卉生长得更加健康茁壮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香蕉皮就是我们随处可见的钾肥来源，在香蕉皮中富含有大量的钾元素，能够很大程度上促进花卉的健康生长。发酵成肥水。
把香蕉皮用剪刀剪碎，除了香蕉皮之外，其他果皮也可以参与其中。充分的混合在一起之后，加入量的清水，搅拌均匀，加1勺红糖，放在一个容器中，记得开口，避免发生爆炸。放置在空闲不妨碍正常生活的地方，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难闻的气味。自然发酵1个月左右，并可以拿来使用了。使用方法：把发酵后的溶液至少稀释1000倍，如果是春天刚刚萌芽，可以稀释1500倍，一点浓度太高，造成肥害。2. 制作成粉末肥。这种方法相较于第一种来说更加简单，如果家里有烤箱的话，可以把香蕉皮烤干，然后碾碎成粉末，用干净的瓶子储存起来即可使用。可以把这种粉末充分地混合在花土里，来增加土壤的肥沃性，还能防止土壤板结。在植物的生长旺季，取适量撒在花盆表面，浇水时也能释放养分。3. 制作堆肥。首先找到一个较大的容器，而后将香蕉皮撕碎之后放入其中，然后在香蕉皮上覆盖一层薄薄的土，然后在土上再盖一层撕碎的香蕉皮。重复这个步骤，直到容器被填满，而后将容器完全密封之后，等待花肥发酵成功。等到容器中变为黑色物体之后，就说明香蕉皮已经发酵成可以使用的钾肥了。这种方法得到的钾肥不仅能够让花卉生长得更加健壮，而且还能够延长植物的花期，让花朵香气更加宜人。4. 适用的花卉。香蕉皮制作成的花肥适用于很多花卉，尤其是开花的植物，比如太阳花、茉莉花、栀子花、绣球花、月季、长春花、长寿花、非洲凤仙、非洲紫罗兰、大岩桐、红掌等等。当然，一些绿植也可以利用香蕉皮来养，比如花叶橡皮树、花叶玉、发财树、虎皮兰、龟背竹、绿萝等。5. 注意事项。虽然用香蕉皮养花效果突出，但使用时也要注意，在植物的休眠期以及在温度较高时不要使用，避免造成肥害。用的时候每次量不要太浓，避免过犹不及，造成肥害，影响整体发育。6. 驱赶害虫。一到夏季，害虫们就纷纷蠢蠢欲动起来，尤其是在气候较为潮湿闷热的南方地区，很多花卉都会受到一种名叫蛞蝓，俗称鼻涕虫的害虫侵扰，让人着实堪忧。而利用香蕉皮就可以完美驱赶这种害虫，不必费心使用杀虫剂了。使用方法： 1. 将香蕉皮放在花盆附近，然后在香蕉皮附近撒上1圈食盐。2. 香蕉皮能够起到引诱蛞蝓的作用，周围的食盐可以将爬出来的蛞蝓杀死，如此一来就不必再忧心害虫的侵扰了。3. 其他养花妙招。 1. 酸奶。喝不完或过期的酸奶不要扔，简单处理一下也可以养花。酸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益生菌和其他营养物质，能为花卉的生长提供一定的营养物质，能促进植株生长、开花等，使其叶片变得更加肥厚翠绿。不过千万不要直接把酸奶倒到花盆里，一来容易发霉发臭招虫子，二来还可能烧根、烧苗等。平时我们可以将喝不完的酸奶、过期牛奶等收集起来，然后找一个大塑料瓶，将牛奶、酸奶等倒进去，再倒入适量清水密封好，放到大太阳底下或温暖的地方发酵。每隔几天可拧开瓶盖放一下气，一般1个月就能发酵好。使用时取上层绿叶兑水稀释20至50倍后浇花，通常1个月最多使用2至3次即可。2. 豆浆。豆浆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一种传统饮品，它里面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、烟酸、维生素 B1、B2 以及铁、钙、钾等多种微量元素，能为花卉的生长提供很多养分，能使其生长更健壮，开花更艳丽。并且打豆浆时剩下的豆浆渣处理一下，也能用来养花，是非常不错的氮肥制作原材料。使用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平时可将喝不完的豆浆、豆浆渣收集起来，找一个干净的大塑料瓶，然后把豆浆、豆浆渣倒进去，再倒入适量清水密封好，放到大太阳底下发酵，一般1至2个月就能发酵好。使用时取上层绿叶稀释一下后就能浇花，1个月最多使用2至3次。
下层腐熟的豆浆渣可在换盆时埋到花盆里充当底肥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，你还有哪些养花妙招？欢迎评论区分享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